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了解真相，为正义发声。我是美玲。日本最近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把中共气到跳脚，说是要报复日本。结果呢，北京还没有反应完，日本自己先出手了，直接把在大陆的光刻胶业务全部撤走。日本几家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光刻胶市场，尤其是制造最先进芯片所需的 EUV 光刻胶，他们的控制力超过了惊人的95%。在中国，用于生产主流芯片的 KrF 和 ArF 光刻胶，超过90%都来自我们的东林。博主表示，如果日本真的对中国动了光刻胶上卡脖子的念头呢，中国的制造业从智能手机到人工智慧，都可能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其实呀，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全球70%以上的光刻胶都在日本的手里，7纳米以下的 EUV 光刻胶更是100%靠日本供应。那么简单点说呢，中国90%的高端晶片材料都得看日本脸色。一旦断供，将直接冲击半导体的制造环节。信越化学、JSR 这两家日本企业垄断了全球50%以上的光刻胶市场，高端 EUV 光刻胶更是被日本企业掌控95%以上份额。而中国光刻胶整体进口对日本依赖度高达80%到90%。2023年，他们就用供应链不稳停工。2025年10月，日本正式对19类半导体关键材料加征最高25%惩罚金关税。在此背景下，11月信越对华出口量环比暴跌42%。该博主表示呢，中国现在有1200多台的 EUV 光刻机，有90%呢都需要依赖日本的佳能、尼康的售后。2025年的11月，佳能、尼康进一步对中国收紧服务，而这与日本方面通过逐案审批卡住备件出口的政策形成了联动，而这也导致中共又被卡脖子。中国业内测算呢，存量光刻机备件的库存呢也只能维持3到6个月左右。那么如果日本方面持续的断供呢，中国的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登京原厂的正常生产将面临着显著压力。那么为什么日本对中国的光刻胶断供会引发中共当局的恐慌呢？是因为光刻胶和光刻机是生产晶圆最核心的设备与材料之一，而这也是恰恰是北京当局非常依赖但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的关键环节。日本在光刻机方面还掌握着一项关键的技术，那就是 DUV， 即深紫外光的光刻机，一般是用于90、40和28纳米等常见晶圆。这在手机晶圆、车用晶圆、家电等电子产品中呢，都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因此呢，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当局针对中国收紧光刻胶的供应，将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尖端制程，也可能会波及到车用晶圆、家电、电源管理，甚至是4G 基站晶圆等民用的设备。那么，为何这会引发中共的恐慌呢？因为现实情况就是中国厂商只能提供比较低端的 i-line 的光刻技术，而在 ArF 和 ArF 的 emission 等尖端技术上呢，就只能是依赖进口。有人指出，如果光刻技术的核心是在晶圆上画出电路呢，依照中国现在的技术，就像是铅笔，只能画简单而又解析度很低的线路。对此呢，有专家预测说，如果中国缺少日本的光刻材料，在半导体产能方面很可能会倒退5到10年。现在全球最尖端的光刻机技术公司荷兰艾斯摩尔也限制对中国出口光刻机，而中共当局呢，恰恰很依赖艾斯摩尔的技术。如果日本彻底对中共限制光刻胶出口，就将形成了美日荷对北京当局的铁三角封锁。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将走进死胡同。走入今天这个局面呢，也是对中共的无声的讽刺。其实呀，北京当局从2014年到2024年，总共投入了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资金，先后实施所谓的大基金1期和大基金2期，想真正解决晶圆制造中的卡脖子问题。可是直到现在也没能实现晶圆制造方面的真正突破。相反的，在晶圆设计、软体制造设备以及材料等仍高度依赖国外的供应商。2025年的7月14号，美国华盛顿特区独立智库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发布报告显示，荷兰 ASML 和日本的尼康公司主导着中国的光刻机市场。从2019年到2024年这5年时间内呢，中共国产的供应商几乎是零增长。
全中国呢，也只有上海的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在低端晶圆制造的 I 线光刻机领域占4%的市场份额。那反观荷兰的 ASML 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呢，则高达79%。日本企业的市占率为17%，排在了第2位。CSET 的报告指出，截止到2024年底，中企在光刻机、化学机械抛光、薄毛沉积以及封装测试以及复刻和清洁工具等方面的进展非常的缓慢，而且呢，仍非常依赖国外的供应商。而咨询公司 Tech Insights 在2025年5月提供的数据则更加打脸中共。最近呢，2024年中国购买高达410亿美元的半导体设备，这占据了全球销售额的40%，但中国的国产设备却仅占了11.3%。尽管中共当局挖墙脚、偷技术行为让很多国外的厂商纷纷摇头，但靠着偷技术却并不能真正解决技术的难题。有业内人士指出，光刻机是一套完整的纳米工业。如果想构建一台光刻机，需要把整台机器所有的零件和环节都达到纳米级的精度。一些中国专家也表示，光刻机不是说砸钱就能够追平差距的，因为科学需要创造力，而有创造力的前提是要拥有兴趣和包容试错的宽松环境。如果把科学当作任务，甚至是命令，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有山寨版的，像是航发、晶圆和光刻机等，只靠样品是很难仿造的。2025年的10月19号，日本公司佳能、三菱化学等终止向中国科技公司提供关键光刻胶耗材的供应，而且呢，还从中国撤出了服务团队，并停止中国相关的维修服务，这或将影响到部分生产线的运转。2025年的11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把12颗半导体核心材料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这其中呢就包括高端的 ArF 和 EUV 光刻胶。这样一来呢，就导致42家中国企业被限制供货。那么具体来说呢，日本东京的硬化、细叶化学等公司呢，已经暂停向部分中国客户交付光刻胶的原材料。有人发消息说呀，据国内半导体行业媒体刚发布的消息，佳能、尼康、三菱化学等日本巨头集体断供，全面终止向中国大陆供应光刻胶的核心材料，并暂停光刻机的维修服务。有网友表示，如此应战吗？日方撤回所有在华光刻机光刻胶业务，中方撤回2只大熊猫。中共方面估计被日本在光刻胶方面卡住脖子而黔驴技穷，只能酸酸地说一句，日本马上要没有大熊猫了。最后2只旅日大熊猫即将回国。近日，中国外长王毅又发表战狼言论，声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越了不该碰的红线，中共有权再清算日本历史罪行云云。就在中共与日本关系急速下降之际呢，北京当局又向民众发布了去日本旅游的警告，声称去日本不安全，而且呢，航空公司也开始免费退票。网上还有消息说呢，也有49.1万张赴日机票已经被取消，但实际情况呢，却让中共十分打脸。日本主要的观光客来源之一呢，就是中国的游客。2025年前3季度呢，到日本旅游的中国人已有748万人次。据日媒朝日新闻报道表示，在中共发布赴日旅游警示以后呢，10月15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到日本的旅客仍是络绎不绝，而且呢，气氛还是很轻松的。一对30多岁的青年夫妻表示，他们早知道了中共外交部的所谓劝导，但无意改变既定的旅日行程，并说对政治没兴趣。一名刚大学毕业的中国女子说呢，日本让我感觉特别安全，就算机票可以全额退，我也不会改变行程。外交部刚发赴日安全预警，浦东机场直接排队的排疯了，驻日使馆多次发警示让大家避险，可谁能够想到上海浦东机场国际出发口一大早直接排起了长龙，拖行李箱结伴出行的游客挤爆大厅，场面火爆到超出想象。这是在日本东京清水寺游玩的中国游客。这是在日本大阪新斋桥旅游的中国人。
的是，尽管中共当局明确呼吁中国百姓不要去日本旅游，但是呢，不少人依然是全家其乐融融的坐飞机去日本旅游。有一名中国男士也对此给出了答案，是因为日本的体验非常好，无论是在景区还是在城市，咱们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童叟无欺。第二个，它的服务非常好，你能体验到日本的贵式服务，你知道吧？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曾经在日本的这个咖啡店买了一杯咖啡，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不小心放散了，服务员噼啦噼啦跑过来跟他说：“先生，我再给你换一杯，实在抱歉了。”明明是自己的原因，日本人呢却归咎于是他们的服务不到位。这位男士说，日本环境非常好，人们都会主动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即便是在坐地铁也看不到有人大声打电话，因为大家都戴耳机。也不得不说呀，经过中共的这一番折腾，中国去日本旅游的人多少还是下降了一些。为此呢，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在脸书分享说，中共政府连续发布旅游警示，导致一堆中国游客临时取消了日本游。日本很多原本是人满为患的景点，一下子冷清了不少。但去日本游玩的台湾人，这一下子变得超显眼。有旅游业者甚至告诉他，在日中关系紧张以后呢，台湾飞往日本的需求直接爆冲。现在很多台湾飞日本的航线一票难求，而且呢，日本业者也特别感谢台湾人，因为他们不吵不闹，愿意排队，对店家友好，消费稳定。也正因为中日这一波的外交风波，反而让台日之间变得更加贴近。那么也有日本店家说呢，虽然中国客少了会影响收入，但当看到台湾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觉得真的是很感动。而且日本很多地方政府也是更积极投入台湾市场，推出繁体中文导览和台湾的限定活动，他们甚至干脆到台湾办宣传，显得十分有诚意。看来呢，中共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得罪了日本当局，从而导致光客交方面面临断供，而且呢，即使再怎么折腾，有条件中国民众还是潇洒的去日本游玩，而且无形之中呢，又促使日本与台湾民众进一步拉近关系。中共的这些遭遇也印证了一句古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看大陆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见。